我们就花了5000块钱买了台。我把你修掉能省所有。5000块钱买一台1TB 的，还不划算吗？是吧？不然呢？哎，你最近看那个网上那个说杨紫和黄圣依的事儿了吗？没呢，没刷到呢，咋的了？网上都骂那个杨紫，就是都骂杨紫。什么？哦，你是说的那个紫啊？哦，那个刷到了，杨紫和黄圣依，我刷到了。我以为是那个杨紫，是都骂那个杨紫。对啊，但是他真的很做事真的很就是不遵守规则。谁呀？杨紫。他要遵守规则，他怎么赚钱啊？但是他把手机藏起来跟一个女的打视频了。那人家做这行的嘛。那还笑得那么开心。那怎么了？还炫耀，装什么？黄圣依要没有杨紫，他是个屁呀！装个鲁大师给他。啊？黄圣依要没有杨紫，他是个屁呀！他让我装个鲁大师。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来呀来呀，做俯卧撑减肥呀！那叫富贵有你在跟我说话吗？转身。大半夜我弹什么吉他？给我倒点水。给我倒一点水，宝宝宝宝。你把杯子刷一刷，我再喝。他刷过啦。可脏了。眼睛好红，因为我刚洗过澡，热水洗澡，然后眼睛就会红。要不愿意倒就不倒，你打我一腿水干嘛？这狗在喝水。是你刚才啪一下甩我。我可没有甩水。睁眼说瞎话。大娘子在干什么？大娘子在那个想着买啥，想着怎么花钱。双击冲双11。冲击双11。喝水吧。这只有水字怎么喝呀？我喝给你看。这辈子就看着很 low， 就能不能把这个膜给我接下去？好像大罐头。那是7。真的很 low。这是新家吗？这是新家吗？这不是新家，这是我住了一年的家了。那叫富贵有你，富贵有你一直在自言自语。你平时也这个症状就很严重吗？现在？
就你自言自语的让人很恐惧。你到底在跟谁说话？怎么自言自语的他？这么吓人呢？持续多久了？怎么转身又是一阵心痛？你看，他又在那自己说呢。现在年轻人压力大，这个是新家吧？这不是新家呀，这是我都一直直播都是这个家呀。转身又是一阵心痛。宝宝宝宝宝宝。真的，你这跑腿给他。啊？明天跑腿给他。卖掉了。这跑腿给他估价就好了，估价合适就卖了。眼睛怎么那么多红血丝？因为那个刚洗完澡。让小大夫出一下镜可以不？可以啊，他不，我又没限制他，我封杀他了吗？这句话说的。干嘛？你要看我干嘛？你要看我干嘛？大家要看我干嘛？打情骂俏，打着打着就疯了。昨天那个可能系统判定我俩在真打架。为了配合周明啊，这些还是现实中确实很寻常。看什么？我摆 pose 不行啊，跟闭上你的眼睛，不准看。不准看。龙二的人物转变是为了周明磊的剧本什么什么，那个本身是个剧本，是个剧本，那不是我真实的，就是经历。芝麻二算是剧本，图图怕你被人看上，跟人跑了，我从来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喜欢我，就一般不会喜欢别人，因为跟我一样的人比较少，他老爸老妈能看见你和小大夫秀恩爱吗？他老爸老妈谁老爸老妈？你写剧本吗？对，我写剧本。你又买别墅了？是的，买个别墅，卖掉我妈妈现在住的房子，然后买了个别墅。他也喜欢住别墅，那我就说那好吧，那就让他住别墅就好了。小大夫的爸妈，他爸妈不就是他妈妈过世了，然后他爸爸有新的家庭，还说自己没钱。我说的很明白吧？不是我说的很明白吧？这个叫少总裁呀，我说的很明白吧？我把我的一个房子卖掉了，然后换另外一个房子，这能说没钱吗？除非外头有一个人对你，比你对他好。不听，咱们就是有一些孩子就是对，就有一些，小大夫在干嘛？小大夫在那个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干嘛。除非外头有一个人对他什么比我好之类的啊。现在做什么工作？什么都没做。对，置换。啊？你那台苹果要不要也出掉？那没有安卓机了就。
我想有个安卓机，但它这个安卓机又没什么用。有的那个东西是有安卓机才可以用，很少很少，那你想卖掉吗？就很占地方啊。要不就这台那台 mini 装双系统呗。那你就卖掉吧。干啥呀？我干啥呀？就很占地方啊。那台电脑又这么大。你可别败家呢。这哪里是败家，这是及时止损。卖完了钱完了又到你账户里边，又不给我。给你啊。你啥时候给过我呀？你上次卖的那些东西是上次卖的，都没给我。平时之前。你哪次卖的东西你给过我呀？上次卖完的。之前卖的不都给你了吗？哪一个呀？卖了8000，1万多。啥呀？闲鱼上卖的。那不是我当时要用你才给我的吗？那你自己说要用我就给你了呀，你不用。现在就是你卖任何东西，就是到你自己腰包里了。但生活。你都贴补娘家了，是不是？你放屁！我们之前1餐150，不吃饭也要吃吗？吃饭不花钱，你那个时候不用我开支。天天变卖家里的东西，然后就是进自己的小金库。放屁没有。大耳朵有福相啊。没有，我是因为刚洗过澡，刚洗过澡，然后那个眼睛有点红，嘴巴还在开，嘴巴没开了。这还不是饮料喝不上过怕了。他手里有钱，他手里现在手里得有20多万吧，有20多万。他手里有20多万，然后他还不知足，完了他还要卖我的东西。他这么有钱，我不是让他把那个车卖了吗？卖完了车的钱，然后再加上这段时间，我们把那个就是一些不用的一些电器全卖了，然后钱都在他手里啊。医生的工资很高，他工作了4、5年，1分钱没攒下。不多，正常。你多牛逼呀？你觉得你牛逼？你牛逼。医生的工资不高，谁告诉你们医生工资高啊？啊？谁告诉你们医生工资高啊？就是有点常识都知道医生工资不高啊。他是主治医师吗？他不是，他是那个后勤。对，离职了。医生还可以吧？谁告诉你们的呀？一点常识都没有。对，医生的行政，他是后勤，他不是医生，他1个月赚5000块钱。离职了打算干啥？他现在就在家待着呢，全职太太，完了没事就是倒腾自己家里的东西变卖。对，你也是医生，只有医生才知道，就是医生的工资不高。有的人就觉得医生工资很高，那完全不懂。对，完全不懂医生什么工资高不高，跟学历也没关系啊，你得考试啊，这个东西。对，你得考试，这跟那个什么哪个科呀，这都没关系。你当医生有没有当医生的？当医生就知道，就是医生是一个非常苦的一个职业，就是你得这一辈子你都在考试，你都得在就是在学习，在考试，在学习，在考试，然后基本上30多岁前的医生啥也不是，就得熬，对，所以学医的人很苦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学的，
怎么下播了？就我俩在那块打闹，可能系统就认为我俩是真打架，医生应该不低，我就其实挺佩服我评论区里的有一些那个就是观众，就是我都在这块就这么说，还在那说医生工资不低吧？你把那个不低吧这个3个字就去掉好吗？就是人家都在这块跟你说一个实际的情况，还不信，还在那犟啊。博士在有编制，你知不知道谁就是有多少人能有编制啊？你知道有编制这个事情就好多人都做不到的啊。因为有同学是医生，行，你说的对啊，你对，是，好，是，博士哪里不吃香，付出，对，对，是，行，对，你说的对，不行就考研。学习这个事情吧，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熬不到，小大夫都卖家里啥东西了？他是没事就倒腾，家里都空了，搬空了，图图太老，有点配不上那个小大夫。对，是，挺，对，你说的对，不锈钢盆啊，对，是不是准备把小别墅去，这边卖掉？不是这边房子就什么这边把这边的都卖掉，因为那个别墅其实也挺大的呀，对，图图93年，我91年的，91年，学习但选择的什么某破某生，对，不用，是不是演电视剧那个？这小孩哪小孩？我是小孩吗？天天晚上太辛苦，比我小87年，对，我比一般人年纪都小，你像我们之前就是我不是之前开酒吧嘛，然后开酒吧的都是40、50岁的，然后每次酒吧老板聚会，他们都管我叫哥，就有40、50岁的啊，就70几年的管我叫哥，就上来说哥，我说您多大呀？他说那个我70几年，我说我91年，对。每天和小大夫开销大麻，最近还好，最近就是会比较节省。他们长得老吗？老啊，就是长得很老。我一瞅他们就好像比我年纪大很多，完管我叫哥，对，看着年轻。你在哪里想跟我合影？就是我不一定，我不一定在哪儿。还好，我习惯了，还好，因为我可能在有一些场合里边，我是有点社牛的那种，对，我属于社牛的那种，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我可能阅历比较高一些啊，对。
目前在哪里？你想干什么？你俩带货是不是也可以啊？是的，我就想着说以后就是因为那个他爹呀，他爹这个名起的，他爹呀，那个我们就其实就想着说，就是近几年生意不好做嘛，然后再加上他就是赚钱也赚的很少，我说那你就别费那劲了，我说咱们就做自媒体，对，之前我以为你是80后，对，没事，他爹这名起的也挺亲切的啊，他爹呀，对，赚钱可真难，是。花钱可快了，现在就没钱就节省一点吧，赚钱难就节省一点。人家是大医生，赚钱还少。又来了，咱们就是直播看直播的人，就是就会觉得说那个医生赚的多之类的，这完全就是没有社会常识。实在不行跑龙套，他不行，他特别社恐内向。你们认识哪位土豪能接受给你们介绍啊？介绍，你不想努力了。我对象和图图你一样，两边白发。但是他70后，补一补吧。我是因为我觉得我白头发，一是可能，我爸爸就有白头发，然后可能是遗传。第二点呢，就是我可能就是做了3、4年生意，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白发啊，就因为比较操心啊，也是啊，然后经常熬夜喝酒啊，对，愁的不是。没啥愁的，1级抬杠运动员，我直播间里现在有154人，我可以跟大家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生活比你们想象要好很多了，我的生活就比你们想象要好很多，自由自在，完了钱也够花，完了咱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东西，对象也听话。什么愁的怎么样？就是我买个别墅，完了有的人说怎么买这种别墅啊？怎么样的？哎呀妈，就好像就是这种别墅他们看不起似的，他们看不起。我就寻思，我就说就别墅你别管啥别墅，它是个别墅，对不对？那也是我尽我最大可能我去买的，对不对？那怎么就不行了呢？对不对？性价比不高。什么叫性价比高啊？什么叫性价比高？我就很好奇，什么叫性价比高？性价比那个东西，那不是你得有钱吗？你有多少钱使多大劲？那怎么就是什么性价比高不高了呢？不是，那你买别墅你不得就看自己的能力吗？你可以买独栋别墅，但是有多少人考虑实际的问题？独栋别墅多少钱呢？这家伙的就是把我那个别墅说完了，说什么98一套，说我那个别墅98一套，你知道吧？哎呦我的妈呀！
咱们就是有些人就是你不要在屯子里边，然后那个你在屯子里边，然后你看到的都是屯子的，对不对？啊，真的98吗？你是真的傻啊！别墅是在你对象老家买的吗？我为什么在我对象老家买啊？这都什么逻辑呢？就是你们问的这些东西啊。装修贵，是的，别墅装修很贵。就咱就说，哎呀妈，这评论区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么有钱人，你知道吧？哎呀妈，这我评论区里全是有钱人啊！这觉得这个别墅不好啊，这个别墅在清远怎么样？哎呀妈，咱们就是，哎呦我的天，我也不知道我直播间里到底有隐藏多少大佬，你知道吗？啥玩意儿？对，就有的人我也不知道这到底多有钱，你知道吧？透露一下你的别墅在哪儿买？我为什么要透露啊？就是我就很好奇，就是我买个东西完了，我就得告诉大家就是在哪儿买的，哪个小区，我能不能有点隐私啊？我能不能有点隐私啊？我是大明星，完了我就得告诉你啊。没有，这不是深圳的，是那个惠州的，因为我妈妈在惠州，这个是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什么莅县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东西我也不懂啊。惠州，对，我妈妈在惠州生活，我之前就是给妈妈买房子在惠州，买好几套了吗？我本来就是我们这个岁数啊，就是我们这个岁数其实对吃喝已经没有太大感觉了，就是想买房子，就买房子挺好的。去惠州做生意，惠州做啥生意啊？现在不适合做生意。妈，我做生意评论区里也得有人说还做这个呀？这个肯定得赔。哎呀，你做这个干嘛呀？就是肯定是这样。大爷湾，大爷湾，大爷湾。不做生意不上班你干啥？我有没有可能我有一点存款呢？就是能不能别管我，少管我啊？能不能别管我，管好你自己啊？我可不可以有一点点就是小积蓄啊？别管我了，行吗？你管好你自己啊！前天刚去大亚湾，今天我刚去，对，就真的就是被我问的都烦。双11买东西吗？我双11得买啊，我得买一些家电之类的，我得买一些家电，买一些装修的家电之类的啊，有钱可以不上班。我都已经，我有正好有10年没上班了，啊，10年没上班，别墅很好看。大亚湾澳头那边很多好吃的，没去过，但是听说那边就是海很好，澳头的海很好。没去过。
我们管好自己，让它自生自灭。怎么这么酸呢？啊，怎么这么酸呢？我10年没工作了，我也没饿死啊，我怎么就自生自灭了？你这，咱们这评论区里这酸死了。哎呀妈，酸死了！很多还好的海岛都不让上了，什么时候入住不知道呢，不知道，因为得装一下修，对，然后我得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我还得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然后才能去那边生活。你有几套房？别问了，你想干什么？不要问这些隐私。我看不用装修。准备多少钱租？我这个房子是在那个深圳的那个深圳站，这个房子现在就是大概能租1万块钱1个月。对，别墅很远，别墅都是在郊区，啊，别墅都是在郊区，啊，你们有一个常识，就是别墅都是在郊区，啊。深圳的房子，我这深圳房子因为地点好，它不是多大的事儿，它就是地点好，因为我们靠香港，对，所以就是我这个房子其实很小的，我这个房子70多平，实用面积才50多平，好租吗？挺好租的，反正1个月1万块钱。烦到开心，烦到开心是。深圳多少钱买的？能不能有一点边界感？能不能有点边界感？我的房子在坂田也，坂田地理位置好啊，坂田地理位置好，就是对。我其实我也打算就是想买个住宅嘛，也想买到坂田去，只能租到6千。坂田适合生活嘛，对，坂田适合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坂田的地理位置，它去哪儿都行，深圳的房子也要几百万去了，深圳的房子起码几百万呢，深圳，它是深圳，对，深圳。对，你坂田你就去南山、去福田、去罗湖都近，就这个它在这个深圳的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去哪儿都近。那不像我现在在罗湖，我去哪儿就是，比如说我去个南山可费劲了，但你要坂田的话，你说实在的，你上个高速你就很快，你知道吧？所以就坂田，你别看它租金低啊，但是呢，这个地理位置好，还以为你们真的有在卖衣服，做点周边也是不错的。我之前是有在卖，但是呢，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服装这个东西，有点饱和了，而且就是这几年的这个经济不好，然后就服装就是大缩水，然后就是利润就特别少了。像我们做不到量，然后就是单价又卖不上去的话，就没必要做了。对，龙二在做，我没在做。有什么好的项目？没什么好的项目，就经营自己，租给你吧，可以啊，1万块钱你就准备好就行。每天也倒腾不少事儿了，现在也就比较消停。我朋友做服装，是的，这几年就是生意就是因为大家没有钱消费啊，所以
就是利润压得很低，这一件衣服39，一件衣服39，利润在哪里啊？一件衣服39，啊，对呀，就是太奇怪了，39，是啊，就不要做生意，就这2年大家有班的，咱们上班儿，有班的咱们上班儿其实挺好的，但是上班的时候啊，你也要就是随时的，就是接受自己被裁员，因为现在公司也不好生存，对不对？你打算几点睡觉？睡觉的时候就睡觉了，有啥好做不就啥也不要做，就静待佳音嘛，就带着这个咱们这个经济好转一些，是的，是的，是的，好实在不装，我装什么呀？我天天做，我做直播的，我装的，我装得下来吗？我做直播的呀，我是，我做直播的就是，你做直播你得有点，你得有就是大家共同的点，你要是太装的话，就是这是什么？这是我在 Every 买的一个就是单品，对，这个单品。它是做什么的？没什么做什么，就是它是一个把玩解压的一个东西，售价要2万多，对，一页2万多，2万、4万、6万、8万，对啊，那就不行啊，对吧？那咱别装啊，直播也饱和。我们做直播就是我这个我就说，就每天都有新粉丝。我们做直播不是说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做直播，它其实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爱好，它是一种，就是我们不靠直播赚钱啊，对，我们就是对娱乐，对。最近是不是拍了小魔灵？今年拍的，今年3月拍的，去年拍的，去年拍的，去年拍的。我对象很好看，我对象好看，公务员也降薪了，哎呦。而且很多都是层级，还有什么更，还要等你回家，对，那都几年前的作品了。之前你俩一块直播挺有意思的，人也多，我22年才进公务员队伍，没收多少人，很多人以为拿了铁饭碗就轮不到自己，哎呀，大家就是这几年熬一熬吧，就是撑一撑，撑过了也就撑过了，对，其实这几年不比什么金融危机的那个时候弱，这几年多狠呢，这几年多难呢，大家多难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就是因为。很多就是我的直播间里都是小孩子，你们其实多感受父母，他们父母就是你们的父母啊，现在工作压力特别大，你们要多关心一下。你像我父母就可能就是已经不工作了，但就是你们要关心一下，就是这些为了生活的中年人，对，一定要多关心，就是听话啊，就这2年就是要不然这父母压力太大了。今年刚满18岁，是不是？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哎呀，金融危机很厉害的，
回想以前东北大下岗，东北大下岗，我会觉得说，就这几年摆烂，然后养精蓄锐，然后找到好年头，然后继续的就是发光发热，对不对？发光发热，这几年我就不折腾了，苦了老百姓，不是苦了老百姓，你全世界都这样啊，对不对？拍抖音短剧也挺好，哪里好啊？主播多大了还发光发热？咋的呀？那你爸到40岁就自杀了吗？我这不比你爸年纪轻吗？你爸40岁死了吗？啊？抖音不赚钱，抖音不是赚不赚钱，你拍这个圈子里的东西，他不让你上啊。想想那个王妈，想那个王妈很厉害，王妈是谁？图图火很大，没有啊，7颗星星，7个，那我怎么都能看到你的短剧？因为他们是网友自发的啊，网友自发的，那我就是平台可能就封不过来。你像我们如果说要拍的话，那你的流量就比较大呀，然后人就直接封掉了。这回能明白吗？就是你们看那个，就是你们看到那些片段都是那种小粉丝，然后就没什么粉丝的那种人发的啊，对。学理发不想学什么，学理发有点过时了，孩子啊，这过时了，理发这个东西现在过时了，图图我一天从芝麻感觉进步好大，学个兽医吧，原来会被封，当然会被封啊！你看我从来不发我自己的那个影片什么的，因为你的粉丝量到了一定程度，他就会监管你。龙二为啥被就是被限流了呀？你们觉得龙二为啥被限流了？龙二就是因为这个被限流了，我被限流了2年，因为我发这些东西，非限流了2年，今年突然就给我解封了，结果没想到轮到龙二了，他至少得就限2年，对。二哥昨天开播了，开播跟那个限流不冲突，对。就是被限流了呀，因为你的流量大，然后这些东西它是不允许你去做的啊，不允许你去发这些东西的。开播限流都上1000了，都怎么听不明白呢？我说限流和直播不冲突，能明白不？限流和直播不冲突，我怎么去说呢？没出作品，我们出作品得需要那个投资，对。
你就很明白一个道理，你直播你是要赚钱的，你赚钱平台能分到钱，人家为什么给你限流啊？对不对？平台傻吗？你收到礼物，他能收到多少？我忘了是多少了。那平台能傻吗？啊？对，好像是我都忘了，好像是啊，好像是，对。嫌弃你别野的大佬来投资啊，我这，习惯了，你知道吗？这前一段时间有个人吐槽我说，啊，装什么呀？开个破凯迪拉克，就吐槽我说，装什么呀？开个破凯迪拉克怎么样的？我说凯迪拉克真的就是很 low 吗？这个品牌，你知道，我当时就是开过宝马，开过奥迪。我就觉得凯迪拉克在我心里是属于很高级的品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大片里都是那个凯迪拉克和林肯嘛，对吧？凯迪拉克都是那个就是什么那个领导人做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总统做的那种座驾啊，在美国的那个就是那个大片里边都是你但凡看到那种就是车就是那个枪战片和那个就追车的戏码，全都是凯迪拉克。对，然后就有人说你装什么开个破凯迪拉克，咱也不知道你开啥车。哎呀妈呀，咱说这真的是，干啥呀？用呢？你用是干啥呀？用笔。干啥呀？解一下。你又作啥？我写字儿。天，作妖吧你这。那你又不给我买一台？又他妈买这个买那个的，天天。我要用，你要干嘛？问那么多，肯定是有用啊。不懂的还以为是吉利啊，他俩确实有点像啊。不是便不便宜，咱们就是不是说凯迪拉克便不便宜，咱们就是不能说所有的东西你都是按钱去计算的。凯迪拉克它其实在我心里吧，它是一个好车啊，它不是说便宜不便宜的事，它不是价格啊。这凯迪拉克在我心里它是2线豪华品牌，那其实在美国的话，它可能是1线豪华品牌，对吧？它就可能就是在中国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品牌，对。中国可能会觉得，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你的眼界，其实就能看到你的一个部分。就很多人说那个这个圈子里是熊圈为主流，因为你的眼界只能看到熊，所以说你就觉得熊圈是主流。啊，你就觉得身边都是喜熊的，然后你就觉得熊圈是人最多的，但其实是因为你的眼界可能然后有一个叫什么坐井观天，你就在井里边，所以你看到的空间就是你想看的那么大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就是就很多人就说他身边觉得奔驰宝马是最牛逼的啊，殊不知就是比奔驰宝马牛逼的车太多了啊。所以就这个东西你没办法普及啊。对，不过油耗是有那么一点儿。对啊。小别墅多少钱买的？这是个人隐私，咱们不要问啊。
小大夫油耗大吗？还好吧。我会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就需要润滑剂嘛，对不对？要不然其实每个人都有棱有角的，对不对？还有人说那个，我跟小大夫是大款，啊，是他的一直在养我。说找了个大款，啊，是他在养我。为什么这么理解呢？因为我亏了好多钱，啊，说我亏了好多钱，完了现在就是小大夫在养我。能不能别造谣？20岁小鲜肉爆改符号。图图你怎么变圆了？我老了呀，我这是年纪。因为买饮料是小大夫付的钱，这就是你的眼界嘛。买饮料是谁付的钱，完了谁就是大款。我们是蜜雪冰城。你真是服了。30多岁就老了。我为什么会老？为什么30多岁就会老？因为是靠自己，所以你会老，能明白吗？就是什么样人会老呢？就是他靠自己，他就会老啊！你想想，你这个世界多难混，这个社会多难混呢？你靠自己，你能不老吗？能明白不？酒吧太累了，不是，主要是熬夜。我们酒吧就是熬夜。你要说累吧，我也不觉得累，但是就是我觉得创业这个东西吧，它是属于孤独感，没有人能给你指方向，也没有人能去跟你商量，没有人能跟你共进退。就是创业，我觉得最辛苦的是孤独感。孤独感。我不是深圳人，我是那个东北人啊。就我真的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强势和独立，因为在关键的时候没有人能给我拿主意，然后就没办法，就自己得选择，自己硬着头皮去走嘛。这个其实就是会很难，这个很难。就包括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们酒吧就是每到1年，我其实都想就是关掉啊，或者说我想再添点东西，我想找个人商量，我说到底关掉还是那个怎么样，就没人，就是身边的人不会给你建议，然后你就得遵从自己内心，然后就做。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就是折磨人的，非常非常折磨人，就是你得自己去做决定，而且你又不能就是说只后悔，因为这是你自己选的，所以我从来我也不会后悔。没有贵人相助，有贵人相助，但是贵人不会去给你就是你的小事儿，人家不会管，能明白吗？能明白吗？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你想买个车，然后就是人贵人不会说你买什么什么车啊，买这个车好，买那个车，一般人家不会管这个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作为我来讲的话，我也就是刚接触，我也不懂，那有个就是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所以就是这个是让我越来越强势的主要原因，就是你必须得强势，对，你必须得强势，因为没有人跟你承担，没有人承担这个风险。对，我自己在深圳你
你自己在深圳口音跟这边没啥区别。我有的时候急了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口音，对。但其实我现在在哪儿说话，其实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但是能听出来我可能是普通话比较好，但是听不出来我是哪儿人，所以我觉得就是白头发其实是这么白的。今天其实有一个昨天我不是去那个吃饭了吗？我昨天跟朋友一起吃饭，然后我不就喝了点酒嘛。其实我昨天那个为什么就是喝那么多酒？其实我昨天有点开心啊，我昨天有点开心。就是我昨天为什么开心？因为昨天我们吃饭的地方是我第2个酒吧开的一个商场。我第2个酒吧，我去那个我第2个酒吧的那个商场里边吃饭，然后我们就在我的那个酒吧的那个黄的那个酒吧旁边，然后那个酒吧不就是那个关了吗？其实我一直都就是那个酒吧净亏了100万嘛，然后就是再去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一点点伤感，但是呢，等我去的时候我不伤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斜对面也有个酒吧，然后那个酒吧曾经举报过我们，因为我们是同性恋酒吧，所以就是他们就举报我们，所以就导致我们就是一直被那个相关部门就盯着嘛。所以就是等我昨天去吃饭的时候，我发现那家酒吧也关了，而且那家酒吧就是装修也好，包括面积也好，比我们大得多。就是那家酒吧这个装修成本就得几百万，然后他如果说他要亏的话，他就要亏就是1000万，你知道吧？我说我亏了100万我无所谓，但是你坏我，然后结果你就坚持了1年，比我们多坚持了1年，但是你就是亏死了，你知道吗？那所以就是说，那个商场他就是开酒吧他就开不起来，然后再加上他坏我呀。对吧？就是对，就真的是坏我，他就是坏我，喝少了，所以我就其实有点开心，让我亏了100万，真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同性恋酒吧，然后就有人举报，我不知道，就是传说中是周围的那个商铺举报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明显就感觉到，因为我们2家都是酒吧，我2家就大概不到10米的距离，他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商铺，然后我们开业的时候爆满，他们就是试营业，然后就没啥人，所以他们就有点嫉妒我们，对。同酒吧有什么好举报的？影响市容就是影响不好啊。因为有的同性恋他们喝多了就会在大街上啃牵手母对呀。图图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到的？什么叫第一桶金？油条，就是你说的是就是第一桶金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桶金是工资还是创业还是怎么着？因为我觉得100万创业的呀。创业我一直没赚钱，然后我直播就算是人生第一桶金，对，第一桶金是第1个月6000多块钱。哎呀妈，那个时候你们要知道，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小孩，然后我25岁的时候，我靠唱歌，我1个月能赚6000块钱，我当时开心死了，我觉得那就是我人生第一桶金，就是我25岁的时候直播，然后第1个月赚6000块钱。靠唱歌靠我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赚了6000块钱，然后剩下就是赚2万，大概2万的那种，对。以前的6000，15年也不算是以前，当时做直播这么赚钱，那我们同时期的要比我们赚钱多了。就是那个像什么咸蛋家里那些大主播比我们赚的多了，我们是一个小平台，然后但是当时对于我而言的话，我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一个人，我能赚到6000块钱，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唱歌，然后就在直播上
低头唱歌，然后唱了，大概唱了10多天，赚了6000块钱，我觉得很好啊，对呀。龙二当时也是直播的，怎么张嘴是在那造谣啊？没有，我们是那个是叫傲娇，我们叫傲娇啊，傲娇啊。我们那个时候叫傲娇，那个时候就我们直播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主播啊，卖唱女孩，7月的大狮子，我看看7月大狮子谁？一个爱跳舞的人，来，大家看看他跳的怎么样？来看看那个7月的大狮子，爱跳舞的女孩跳的怎么样？来看看她跳的怎么样？大家点进去看看这个7月的大狮子跳的怎么样？7月的母狮子，啊，你要开玩笑，你开不过我，啊，小母狮子。这家伙你还跟我开玩笑？他当时在方糖直播，方糖那都是后期的事儿了，能明白吗？方糖是就是我们那个直播平台是方糖的那个前身啊。I'm sorry 晚了，攻击他，准备出击。这 CC Talk 是啥意思？你闹笑话，你闹不过我你啊！好古早，我们是最早的直播平台，脾气越来越好了，还好吧？我本来脾气也不差，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爱跟大家开个玩笑，对，我脾气算好的吧？为什么有的人就觉得我脾气不好呢？哎，我脾气多好啊！又买了一套房，置换的，置换的，我是置换的，我是把那个一套房子卖掉了，然后升级到那个别墅的呀。喜欢听熊圈那些事儿，我不混熊圈。慈不长兵。Michael 来了 ，Michael 对 Michael， 对 Michael， 我家那个开车窗的骂人，我也骂人，但我不开窗户骂，我都是在就是那个把那个车窗都那个锁严实的，我在骂，要不然人听着你说人揍我怎么样，对不对？这开窗骂，我觉得你对象是有点那个实力的，我们都是就是在那个车里骂，就小声骂。你对象还是有点本事的。有那样的，对呀，你开窗骂，你这不是就是要往死干吗？对不对？你就不行，我可打不过人家。再说了，这年头你打仗你得有钱才能打，对不对？哎呀，浑身痒。我就是我在深圳开个酒吧，然后我们旁边是一个老头吧，距离我们大概7、8米左右，是个老头吧。然后我们旁边那个老头吧，经常就是那些年轻的瘦猴子、妖猴子，不是妖猴子是瘦猴子，
年轻的瘦猴子，然后在那个老头吧里边就抢老头，然后就能打到头破血流，而且他们那个酒吧是平均大概1周能打3次，然后就打到报警的那种，然后打得浑身是血，然后警察就经常来，然后就天天抢老头打仗。然后我记得还出现过命案，传说当中啊，就是因为我们酒吧离得特别近嘛，然后传说当中就是有一个年轻人，然后就喜欢老头，然后就给老头花钱，后来好像就把老头捅死了，在那个就是旅店里边，后来警察找着了，抢老头，对，就真抢老头。深圳是一个老头酒吧特别鼎盛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在抢老头，我们都非常不理解，对，深圳是这样。相聚一刻，对，相聚一刻。什么样的老头？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腿脚不好了已经，对，就在我们酒吧斜对面。大叔不算老头，他们喜欢的都是50多岁的，基本上都是属于50多岁，50岁以上吧，有没有可能因为老头有点不知道，具体咱也看不出老头有没有钱，因为深圳的有钱人他不像就是其他城市的有钱人，深圳的有钱人就特别低调，对，腿脚都不好了，正常吗？我有一个酒吧叫那个，就深圳有一个酒吧叫蓝调，然后我经常能看到一个就是拄着拐，因为蓝调它属于那个就是有一个大舞台，然后所有人都可以在那个台上去唱歌，然后台下的就是那个人该喝酒喝酒，该点歌点歌，就等着他唱完，然后他再唱。然后我经常去那个我其实因为我那个蓝调的酒吧老板是我的朋友，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去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一个拄拐棍的一个将近70多岁的一个老大爷，我一去他就在那拄拐棍在台上在那唱歌。70多岁啊！每次下台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有个小台阶，每次下台的时候都看到一丝的那种就是心酸，真的是这样。深圳老头可能是有些，就是深圳就是这样，我们也会这样的，深圳就是这样啊。全国各地你看，所有的老头吧都不如深圳的老头吧。深圳的老头吧非常非常的鼎盛，老头吧放什么音乐？就放那种就是海拉木啊、刀郎啊。完了，我又攻击到刀郎了，我天天就是攻击人刀郎，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的，跟你家哥哥道歉，对，最近那个就是那个胡二也是荣登那个老头吧，我经常能在那个酒吧里边听到胡二的歌，我说嚯，胡二本人都不知道他在老头圈这么火啊。为啥看不上你刀郎哥呀？我单纯的从作品上看不上，我就不太喜欢不太喜欢那个他的那个作品你可以喜欢，我也没说你不可以喜欢你可以喜欢他，也可以喜欢我。有的人说，就是我之前我就在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开玩笑，我就说，哎，你们天天喜欢老头，那个为啥跟我在一起玩啊？他们说，
你就是老头啊，真是。他说你的形象就很像老头啊，我说，就是我本来是想调侃一下他们，他们直接就说你以为你不是老头吗？就说你的形象很老头啊，对，主播有偶像吗？主播没啥偶像啊，主播其实没有什么偶像不偶像的，络腮胡挺像老头的，那也就是平时我的样子。我这说白了，我现在直播就是注重形象了。前几年我不注重形象，完了我一直播，他们就吐槽我的头发啊，完了我就鸡头白脸的。但现在就是稍微注重一点了，现在稍微注重一点，我就被说烦了，你知道吧？你可以换个年轻的发型。我这个发型不年轻，这个发型哪里不年轻啊？青春的都是杰伦，那你这也够老的。青春的不是杰伦呐，青春的是谁呀？是那个王嘉尔、王林凯是属于这种华晨宇对，青春的是属于这种，对 rapper 对，现在都是 rapper，都有点白呢，是都有点白，你头发染不过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就是不染头发呢？因为染不过来，你头发你大概10天半个月你就长出来了白头发，TS boy 是啥？你更不可能染胡子呀！我本身我对那个染发膏就过敏，我染完胡子完了就是开始就，对吧？哒哒哒哒哒哒哒。最近有在创造新歌吗？没有。最近感情太顺了，什么时候能写新歌呢？就是感情不顺的时候，特别悲伤。你悲伤的时候，就是看到下雨天，你都想写一首歌。今天晴天了，写一首歌吧；下雨天写一首歌；刮台风了，写一首歌，就那种，黯然销魂歌，是的，就你必须你得有那种情绪，你才能写歌。你要没有情绪的话，你写不出来歌啊。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欢快的歌，所有欢快的歌都容易就是跟别人的旋律有点雷同，因为欢快的节奏和旋律就那么几个，但是悲伤的不一样，悲伤的就好多。呀，送上谢谢7月的母狮子送上的粉丝灯牌，那英和刀郎喜欢那英喜欢那英7月的母狮子，谢谢，可以拍 MV， 拍 MV 不得花钱吗？钱从何出来三道谱三道谱，stop 海拉木和那个我选海拉木，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刀郎，我觉得对，我不喜欢刀郎，我喜欢海拉木，那英只能说技巧多一些吧，没有共鸣，没有共鸣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没有，你对那英的歌没有共鸣，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海拉木有很多歌都好听啊。我曾经等过你。不是，我觉得刀郎吧，就是刀郎就是说白了就是有一点，我可能对直男啊，没啥感觉，而且我觉得直男都有一种油劲儿啊。图的酒店开在哪里？我没开过酒店啊，我没开过酒店。突然想起一首那英的歌，其实我蛮想认识你的，可以当朋友。农转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喝酒的不叫酒店，而过夜的也不叫夜店呢？爱要有你才能完美。哦，那你还这个少年你还蛮小众的。这首歌其实没有那么火，但是你能听哭。哦，懂了，他爹。他爹，对，好名字，挺好。我今天我看到他爹，我不，你看就是一般人我其实不叫他名字，但是我为什么叫他爹呢？因为我觉得他爹就情商还可以，就是个正常人，你知道吧？所以有些人你跟他聊天你聊不进去，说他脑回路不行啊。和梁博一起呀，少年你多大年纪啊？少年，我看少年多大？34岁叫少年，你是喜欢少年还是想回到少年？34岁是你真实的年纪不？你在念大学啊？那你这个名字，呢？酒吧已经关了，是的啊。二婚大学，你35了啊？你是吉隆坡人啊？老熬夜，对，我总熬夜，来深圳了还想去看看，关了啊，关了。怎么越来越多了？再过15年你也30了，拉出去。你们有空可以进学校你现在我懂你。男神不准白头发。再一次飞扬。上学，我其实我也想去上学，但是我没有那个，我现在那个就是还有其他事儿勇先生好可惜，一点都不可惜，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可惜。你们要想去，你们就早就来了。现在我关了吧，你们又觉得可惜了在忽悠我你，忽悠我。今天不讲大壮了吗？不讲，咱们今天就聊聊天。我觉得每天跟大家聊聊天挺好的。我要讲故事我还挺累的，对，哈哈哈！实话，我直播其实就是这样。你你觉得我直播就是不装，想说啥说啥。
太卷，深圳酒吧太卷了。不是卷不卷的事儿，这些年做实体都不赚钱，可能有人赚钱，但我不赚钱，我就干嘛要做它？而且做酒吧特别伤身体，6块钱饮料好喝吧？啥好喝吧？你这怎么突然又来一句这个？你那个叫糊涂啊！你说话你就是跟上趟儿，你这个话题好像就没跟上节奏，好像就是你突然就是你睡梦中你惊醒了，你突然来这么一句啊！屠夫哥是不是经常去台湾？没去过。开酒吧门槛高吗？不高啊！现在开酒吧很便宜，但是你要重新自己，就是你要自己从装修到开业的话，会比较的贵，但是你要接手。